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于正频繁暗讽刘宇宁，白鹿新剧遇冷背后谁更真实？刘宇宁的书卷一梦首播那天，我还在地铁里刷着数据，没想到屏幕另一头，于正已经开始自我疏导了。先是朋友圈式自夸，接着酸溜溜的点评一番刘宇宁的数据，嘴上说的云淡风轻，实际上比谁都在意。娱乐圈嘛，这点小情绪大家都懂。数据跳起来的时候，谁不是先偷偷乐一阵？可白鹿那部剧的热度像没插电的风扇，扑了个寂寞。于正当时那种嘴硬是体面，像极了球场上被绝杀后的主帅，面子还要，心里火山爆发。说到娱乐圈的破防，于正绝对是活教材。嘴上不服，手指还忍不住在社交平台敲字，那谁家粉丝氪金，数据好有什么用？要不是看了真数据，我差点信了。你看书卷一梦首日成绩没破万，但破了平台记录，这种冷门数据谁都想要。可于正偏要挑刺，像极了操场边上自家孩子没进球，家长非要说裁判偏心。娱乐圈的数据就像彩票开奖，有人天天守号，有人随手一买，没准就中大奖。白鹿这波没中，于正的落差肉眼可见。行业里流行一句数据即江湖，这话听着土，其实一点都不假。国产剧市场早就卷到飞起，谁家粉丝会氪金，谁家后援会舍得花钱，热搜就归谁。年初狂飙的爆发，去年长相思的粉圈大战，大家都明白，资本和数据才是硬通货。于正不服气其实也正常，毕竟做了这么多年爆款教练，突然被新人抢了风头，那点酸劲藏不住。你要真信他不在意，那还真是娱乐圈不信眼泪。白鹿新剧扑街，观众吐槽剧情、演员，甚至连 OST 都没逃过，粉圈热度全靠自来水。男主存在感低得像空气，粉丝也不上心。反观刘宇宁这边，粉丝们像打电竞一样包场、刷榜，数据操作一条龙，能不让于正牙痒痒？有时候我都怀疑，国产剧到底是靠内容火，还是靠粉丝养活？别说业内，连路人都在问，这年头数据还能信吗？翻翻历史，类似的场面可不少。前几年邓伦香蜜爆红，粉丝疯狂打榜，后来数据造假被爆，平台一纸整改，整个行业都抖了3抖。再早点，鹿晗流量巅峰时，一场演唱会能拉动半个微博。粉丝经济的威力，娱乐圈心知肚明。于正嘴上骂氪金无用，谁不想来点粉丝神助攻？这就像足球教练嘴上说我们靠整体，心里却盼着 C 罗来救场。其实国产剧的流量和体育圈的战术如出一辙。你看 CBA 赛场，谁家有外援，谁家有资金，谁就能冲前8。娱乐圈也是，粉丝越活跃，资本越舍得砸钱，剧集就能刷出奇迹。于正当年靠剧本打天下，如今却得和流量较劲，这心情和老球员看着新秀抢饭碗差不多。想装轻松难，装多了只会被网友当成柠檬精现场。说到网友，别以为他们只会围观，每次于正发言，评论区就跟体育解说员一样，分析的头头是道。有人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有人反问你家剧真不行，还有粉圈互掐，数据党晒图。娱乐圈的数据和情绪，一天能翻5次车。就像球场上一记绝杀能让全场炸锅，输了还得安慰自己我们拼过。于正这波破防，说白了是整个行业的缩影。再往深里扒，国产剧市场的焦虑，其实就是创作者和资本、粉圈和内容的拉锯战。你以为粉丝包场，
氪金打榜只是面子工程？不，数据背后藏着行业的焦虑和无奈。于正嘴上否认，身体却很诚实。你让我选，他其实比谁都明白，观众的注意力早就被流量和热搜绑架，想靠内容说话，难度堪比国足进世界杯。讲真，白鹿这次的失利是国产剧玄学爆款时代的副产品，剧情、演员、团队、粉圈缺一不可。于正嘴硬归嘴硬，心里那点不甘，估计只有同样扑过街的导演才懂。毕竟谁都想红，谁都怕凉，谁都盼着下一个奇迹。现在的观众早就不吃传统套路那一套，剧情不行，粉丝不上心，扑街是分分钟的事。你要问我怎么看，娱乐圈的数字游戏早就不是一场关于内容和演技的比赛。白鹿的剧是不是冤？刘宇宁的氪金神话算不算新一代的成功学？这些问题比剧本还难写。于正的玻璃心其实是所有老将的通病，谁都不想服输，谁都想留点体面，可娱乐圈的风还会往哪儿吹？你信数据，还是信内容，还是信自己手里的遥控器？想起前几年 NBA 季后赛一场爆冷，球星落泪，解说员一句这不是结束，而是新的开始，全场泪目。娱乐圈也是，今天你火，明天他爆，观众只想吃瓜，没人关心你的自尊心。你会怎么选？是站队于正，还是粉刘宇宁？或者干脆旁观，看热闹不嫌事大？二，白鹿这次真的无语了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就在周深被拽倒的那一刻，节目组非但没喊停，播出时还硬生生加了他的笑声，搞得好像他幸灾乐祸一样。我看了那段视频，心都揪起来了。白鹿明明一脸担忧，低着头不知道该咋办，结果剪出来的画面愣是配上他哈哈大笑，还放大了2张所谓笑到变形的照片，衣服都不对版，后排嘉宾也没一个人在笑，偏偏整段呈现出一片欢乐气氛。这谁看了不生气？说真的，要不是网友眼尖，直接扒出白鹿和谢依霖压根没笑的现场图，这俩人估计的被周深的粉丝骂惨，网上吵翻天。有人说这是节目组故意引导舆论，有人觉得是剪辑师手滑，但不管咋样，这种操作太 low 了。咱们普通人看综艺图个乐，可不是来看这种人为制造误会的戏码。你想想，周深摔倒本来就让人心疼，粉丝看见这画面能不炸毛？换我是个粉丝，我也得气得半夜睡不着，在键盘上敲出一篇小作文。其实吧，这种事在娱乐圈不算稀奇，节目组为了流量，为了制造话题，有时候真不惜牺牲艺人的形象。我有个朋友之前干过综艺后期，他跟我吐槽过，有些片段就是故意剪成有争议的样子，比如把一个人惊讶的表情配上不合时宜的台词，或者把前后无关的2段对话拼一块儿，听着像是在吵架。为啥？就因为观众爱看冲突，数据一飙升，广告商乐开花。可你知道吗？这种操作背后，受伤害最大的还是艺人本人。白鹿这次算运气好，有路人拍的照片帮着澄清，不然这黑锅背定了。再聊聊周深这边，我特意去搜了下当时的新闻和微博热搜，发现他摔倒后第一时间还在安慰大家，说自己没事，甚至还开玩笑缓解气氛。这人情商高的离谱，反观节目组的操作，真是让人寒心。你说要是现场真有人笑了，那也罢了，可明明没人笑，非要加个音效，这不是摆明了坑人吗？我还看到有网友扒出，这期节目的收视率确实比前几期高了不少，难道这就是节目组想要的效果？拿艺人的名誉换流量，说实话，太不厚道了。咱再往细里说，白鹿和谢依霖也不是第一次被这么搞。娱乐圈里
像她们这样的女艺人，往往更容易成为话题制造机。为啥？因为大众对女明星的要求高得离谱，一点小事就能被放大。比如这次，如果换成男艺人被剪成嘲笑别人，可能还有人觉得是兄弟间的玩笑，可放到女星身上，立刻就变成没同理心，心机重。这种双标，我真是服气。网上有张图，白鹿当时穿着浅色外套，低头咬唇，满脸写着担心，而播出画面硬是用另一张大头照替换，连衣服颜色都不一样，这么明显的穿帮，谁信这是无心之失？说到这儿，我忍不住想问问大家，平时看综艺的时候，会不会也觉得有些情节特别假？比如嘉宾突然情绪爆发，或者莫名其妙 cue 到某个敏感话题，其实很多都是剧本安排好的。我不是说所有综艺都这样，但至少有一部分真的是演出来的。就拿这次的事来说，如果没有网友去挖真相，咱们可能都被蒙在鼓里，以为白鹿真笑了呢。所以啊，看综艺也好，看新闻也罢，多留个心眼总没错，别轻易被带节奏。最后我想唠几句心里话，这次的事，不管是节目组的责任，还是剪辑团队的问题，最终受伤的都是这些兢兢业业的艺人。白鹿和周深，一个是努力营业的小姐姐，一个是唱歌好听到爆的小哥哥，他们值得更好的对待，而不是被拿来当流量工具。咱们作为观众，也别光顾着吃瓜骂人，多点理解，多点支持，给他们一些正能量。至于那些为了收视率不择手段的操作，我只想说一句，省省吧，别把观众当傻子耍。我还记得有一次刷短视频，看到白鹿在一个活动上手忙脚乱地帮粉丝捡掉地上的东西，那小动作别提多真实了，完全不像某些明星端着架子。他跟周深私下关系也不错，两人经常互相调侃，开玩笑都带着那种老朋友的熟络劲儿。结果呢，就因为一个破剪辑，让粉丝之间撕起来，真是何必呢？我有时候晚上窝沙发里刷微博，看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心口就像堵了块石头，难受的不行。所以啊，咱们以后看东西还是得多动脑子，别让那些刻意制造矛盾的人得了逞。这次白鹿和周深的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，但下次谁又知道会轮到谁？我只希望以后少点这种糟心事，让喜欢他们的粉丝能安心追星，也让这些辛苦付出的艺人不用整天提防着被安排。你们觉得咋样？这事儿到底该怪谁？留言区见，咱们聊聊。